只能紧抠着来。终于找到了这个70年代的小调，我打算在解决住房安全的前提下，保留住这个院子的年代感。这个你们要是不用，一定给我留着啊！这个要留着，这个也得给我留着，该不给我老公用了。小院差不多500平，我打算把这俩危房拆掉以后，在这里建一个开摆上我梦寐以求的智能家居。旁边弄一个玻璃，然后在整个房屋外围用玻璃，夏天就可以在凉爽的空调下晒太阳。厨房门口呢，还可以放一条长长带放。院子这边再挖个墙边的这块地儿，我想做一个生态农场，种儿子喜欢的蔬菜水果。在厢房旁边还有一块10平米的空地，在这里呢，我要给我的2个。至于屋内的空间，整个主房隔成3个部分，一个小客厅，一个小卧室，一个主卧，还被一个老炕占据了1半的位置。我这一家5口外加2只狗，根本就不够住啊！那虽然参加过120套房子的装修，但是这么大工程的改造还是头一次。是一沙漠为花冲淡，海上月光。就从厕所的轰然倒塌了我的老墙。看怎么看？不干了！见了我的老炕。再见了，我的老炕。不得不说，拆的过程真的是太解压了。你可能留住老房子的年代。说回这个墙，当年的这个墙啊，是房东自己一砖一瓦盖的，没有经过水平校准，根本没有拉过线，凭感觉就这么砌起来了。加上年久失修，多少会有点歪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老房墙壁的基础上再砌一堵墙，这样才能做到墙块上，然后均匀的码起来。看着越垒越高的墙壁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也许房东大哥50年前站在这儿也是一样的想法吧。儿子，将来你也可以对着你的弟弟或者妹妹说：“你看，这是哥给你建的墙。”换什么样的洗发片，我是没想好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，朋友们？第一步只能拆少，然后又开始重新砌墙、做加固、找平墙面、打地基。在北京把这5年的雨都下了，房顶是偏一把把掀了，再刷上防水层，这才能开始折腾实木。等开始刮腻子了，才发现改造已经快1个月了，这地里的玉米都比我高了，而我的进度还是这样。这跟我要的效果还差着远呢。清理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宝贝。原本计划花1天时间改造工人宿舍，可是这么多人花了6个小时，天都黑了才把垃圾清完，离我的目标还不到一半。先看看成果。我计划把这里变成这边挑战全网最美的工人宿舍。明天光是清理工作就花了1整天才弄成了这样，挑战全网最舒服的工地宿舍，做一个颇有艺术感墙布，那就是硬装部分。之前的窗户不防风不防虫，弄个简易的纱窗先顶一顶。由于厢房还没动工，地面都还是坑坑洼洼的，只能简单找平一下。试问劳累的一天。
代沟。由于房顶已经积了50年的尘土，第一步就是填平这些大坑。再涂上2层厚厚的面膜。再用木板和水泥把房檐周围做个加固。最后就是换上我这庄严又宁静的青瓦了。结果在1周的努力下，终于换好了新瓦，并且剩下来这么一大堆，就用来给狗狗们搭个奢华的小窝吧。现在的小院已经从你们说的猪圈变成了这样，但是《甄嬛传》是指定比不上。问问各位，我翻车了吗？也就是现在是会正在搭建的，现在给我简单改造后成为工人的宿。再来就是主房，我和老公的房子现在正在砌的是沙发墩子，接下来就是院子里将来的厨房和餐厅。至于现在的院子里这个大坑，做一个小的花园和菜园，以及儿子的户外娱乐区。现在坑坑洼洼的，是正在挖下水管道。好多人说我这院子不如推倒重建，光是这些50多年的木梁就足够值得了。花了1周的时间，工人们才把它们从这样打磨成现在的。最后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真的不是在修庙。就是在室内准备水电排线的时候，看又方便后期修，多收材料费。毕竟蚊子再小，它也是肉，会维修方便。到后期地砖一铺，啥也看不到，还哪有美观一说呢？我这儿就厨卫的水电做横平竖直就可以了，其他的线2点一线就够用。厨房和卫生间最好在屋顶沿墙壁走线，方便后期贴砖和找平的时候，水泥砂浆能完全渗透。线管呢，最好用骑马卡固定，每隔60公分在接头的位置，防止泥工施工过程当中弄松线管的接头。走电路的时候，如果遇到梁柱或者里面能开槽的地方，尽量开槽走线；不能开槽走线管的地方，要用防护蜡管进行保护。全靠这个大家伙了。在农村如果没有它，就意味着当你上完厕所低下头，你就会看第1天我就把厕所拆，20原先的旱厕都要改成水厕，一边垒新的厕所，一边修沟。一直到院外头的这个大个超大的3段式的化粪池，这个化粪池代替了以前农村里自己修建，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人过来把里面的东西打包带走，能用多久就得看我们家人的产量了。